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女子为报复杀害自己父母的仇人，不惜嫁给了他的儿子。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偏远小村，名叫柳溪村，村子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。村里的人大多以耕织为生，日子虽不富裕，却也过得自在。今个咱要讲的是村里一个木匠的奇遇，这事儿听起来离奇，却又透着那么几分生活的真实。木匠名叫李大山，人如其名，长得五大三粗，力大无穷。他自幼跟着老爹学手艺，一把斧子使得出神入化，无论是雕梁画栋，还是打制家具，都能手到擒来。李大山性格豪爽，乐于助人，村里谁家有个修修补补的活，他总是二话不说，拎起家伙事儿就往人家家里跑。因此在柳溪村里，李大山的人缘极好。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，天热得跟蒸笼似的，一丝风都没有。李大山刚给一个寡妇家打完一张新床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正准备收工回家。他扛起斧子和工具箱，沿着村边的小路往家走。这条路两旁都是郁郁葱葱的大树，树叶在烈日下泛着油光，蝉鸣声此起彼伏，吵得人心烦意乱。李大山走着走着，突然天色一暗，乌云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，转眼间就遮天蔽日。紧接着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，打得他措手不及。他忙不迭地跑到一棵大树下躲雨，这棵树可真够大的，树干粗壮，枝叶繁茂，仿佛一把巨大的绿伞，将它遮得严严实实。李大山靠着树干，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心里暗自庆幸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听到头顶上传来叽叽喳喳的叫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群鸟在树枝间飞来飞去，显得焦躁不安。李大山也没在意，心想这雨下得急，鸟们大概也找不着地方躲呢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发现不对劲了。只见一只鸟从树枝上掉下来，落在他的脚边，浑身湿透，羽毛凌乱，嘴里还叼着什么东西。李大山定睛一看，吓得差点跳起来，那鸟嘴里叼的竟然是一块带血的肉。李大山心里咯噔一下，这血是哪来的？难道这树里有什么古怪？他再往树上看去，只见更多的鸟从树洞里叼出带血的肉块，有的鸟嘴里还滴着血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李大山心里直犯嘀咕，这树莫非成精了？咋还吃鸟呢？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李大山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往上冲，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他定了定神，心想这雨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停，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。可是一想到那树上诡异的情景，他又有些害怕。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树洞里传来一阵滋滋的叫声，那声音听起来既凄厉又痛苦。李大山心里一紧，这树里到底藏着什么东西？他壮着胆子悄悄靠近树洞，往里一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差点把他魂儿都吓飞了。只见树洞里盘踞着一条巨大的蟒蛇，那蟒蛇浑身漆黑，鳞片闪闪发光，眼睛像两盏灯笼似的，死死地盯着他。蟒蛇的嘴里正嚼着一块带血的肉，那肉块显然是刚从鸟嘴里抢来的。李大山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些鸟并不是被这树吃了，而是被这蟒蛇给害了。李大山吓得倒退了几步，差点摔倒。他心想这蟒蛇如此凶猛，自己要是被它缠上，恐怕凶多吉少。他忙从工具箱里掏出斧子，紧紧握在手里，心里盘算着对策。就在这时，那蟒蛇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意图，猛地张开大口，露出两排锋利的牙齿，朝他扑了过来。李大山眼疾手快，一斧子劈了过去，正好砍在蟒蛇的七寸上。
蟒蛇疼得嘶嘶直叫，身体扭曲着往后退去。李大山趁机右连砍几斧，将那蟒蛇砍得血肉模糊，动弹不得。他喘了几口粗气，这才发现自己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解决了蟒蛇之后，李大山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。他望着那棵大树，心想这树里既然藏了这么大的蟒蛇，说不定还有其他古怪呢。他决定把这棵树砍掉，以绝后患。于是他抡起斧子，开始乒乒乓乓地砍起树来。这树可真够结实的，李大山砍了老半天，才砍出一道口子。不过他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木匠，斧子使得熟练，渐渐的，那口子越来越大，树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树洞里传来一阵急促的敲击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往外爬。李大山心里一惊，连忙加快了手中的动作。终于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大树应声倒下，溅起一片尘土。李大山等尘土散去，忙走过去查看。这一看，又把他吓了一跳。只见树洞里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洞穴，洞穴里蜷缩着一个浑身赤裸、面色苍白的小男孩。那小男孩看起来只有5、6岁的样子，眼睛里满是惊恐和绝望。李大山忙把他抱出来，用自己的衣服裹住他，一边安慰他，一边询问他的来历。小男孩抽抽噎噎地说，他叫小狗子，是村里刘老汉的孙子。昨天他和爷爷一起上山采药，不小心走散了，就迷了路。后来他遇到了一个黑衣黑发的怪叔叔，那怪叔叔说他能帮他找到爷爷，就把他带到了这棵树下。怪叔叔让他在树洞里等着，说他去叫爷爷来。可是他等了好久好久，爷爷没来，反而从那树洞里钻出一条大蟒蛇，把他吓得魂飞魄散。他本想往外爬，可是那洞穴太小，他根本出不去，只好在里面又哭又怕地待了一夜。直到今天，听到外面有动静，他才鼓起勇气敲击树洞求救。李大山听完小狗子的叙述，心里直冒寒气，心想这黑衣黑发的怪叔叔是谁？他为啥要把小狗子带到这棵树下？还有，这树里咋会有这么大的蟒蛇？这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诡异和离奇。李大山决定先把小狗子送回家，然后再去找刘老汉问个明白。他抱着小狗子，沿着小路往村里走去。一路上，小狗子紧紧依偎在他的怀里，小声地抽泣着。李大山心里也五味杂陈，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。且说李大山抱着小狗子回到村里，刚走到刘老汉家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哭声。他忙推开门进去，只见刘老汉的老伴正坐在地上抹眼泪呢。一见李大山抱着小狗子回来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哭得更厉害了。刘老汉的老伴一边哭一边告诉李大山，昨天刘老汉上山采药，一夜未归，他以为他遇到了什么不测，正伤心欲绝呢。没想到李大山竟然把小狗子给找回来了。李大山忙安慰他几句，然后把小狗子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刘老汉的老伴听完，脸色变得煞白，他喃喃地说，这一定是那黑衣黑发的妖怪干的。我们村里早就传说，那山上有个妖怪，专门喜欢拐骗小孩。没想到这回竟然轮到我们家小狗子了。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里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的决心。他安慰了刘老汉的老伴几句，然后决定去村长家一趟，把这事儿告诉村长，让他组织村里的人一起上山寻找刘老汉和那个妖怪。且说李大山来到村长家，把事儿一说，村长也觉得很蹊跷。他忙召集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带上家伙事儿，跟着李大山一起上山去了。一路上，他们披荆斩棘，翻山越岭，走得气喘吁吁。李大山心里暗自盘算着，
那妖怪既然能把小狗子带到那棵树下，说不定刘老汉也被他带到附近什么地方了。他们得仔细搜寻才行。就这样，他们在山上转了大半天，终于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发现了刘老汉的踪迹。只见刘老汉浑身是伤，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。他们忙把他抬出来，喂了他一些水，他才悠悠地醒了过来。刘老汉一睁开眼，就哭着说：“那妖怪太厉害了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原来昨天刘老汉上山采药，不小心遇到了那个黑衣黑发的妖怪。那妖怪见他孤身一人，就想把他抓走。刘老汉拼死抵抗，无奈年老体衰，根本不是妖怪的对手。妖怪把他打晕之后，就带着他往山洞里拖。刘老汉本以为自己这回死定了，没想到竟然被村里人给救回来了。李大山听完刘老汉的叙述，心里更加愤怒了。他想，这妖怪如此为非作歹，要是不除掉他，村里人还能过上好日子吗？于是他决定带着村里人一起把那妖怪给揪出来。且说李大山带着村里人顺着妖怪逃跑的方向追去。他们走了好久好久，终于来到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山谷里。只见山谷里雾气缭绕，阴森森的，让人心里直发毛。李大山心想，这妖怪肯定就藏在这山谷里的某个地方。他忙招呼村里人小心行事，别中了妖怪的埋伏。就这样，他们在山谷里搜寻了好久，终于在一个隐秘的洞穴里发现了妖怪的踪迹。只见那妖怪正蜷缩在洞穴的一角，浑身散发着黑气，看起来十分可怕。李大山忙招呼村里人一起动手，把那妖怪给围了起来。那妖怪一见他们来了，猛地张开大口，喷出一股黑色的毒雾。村里人一见这情景，吓得连连后退。李大山却毫不畏惧，他忙从李大山一见那妖怪喷出毒雾，心里暗叫不好。他忙从怀里掏出一个用艾草编织的小香囊，迅速打开，将里面的艾草撒向空中。那艾草一遇毒雾，立刻燃烧起来，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。妖怪被这气味一熏，顿时头晕目眩，动作也迟缓了许多。李大山见状，忙招呼村里人趁机动手。他们一拥而上，有的拿棍棒，有的拿铁锹，对着妖怪就是一顿猛打。那妖怪虽然凶猛，但此刻中了艾草的毒，再加上人多势众，终究敌不过，渐渐地败下阵来。李大山见妖怪败退，心中大喜，他抡起斧子，猛地朝妖怪砍去。只见那斧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寒光，准确地砍在了妖怪的七寸上。妖怪疼得嘶吼一声，身体瞬间化为一股黑烟，消散在空中。村里人一见妖怪被除，纷纷欢呼雀跃起来。他们围着李大山，不停地道谢，说他是村里的大英雄。李大山却谦虚地说：“这都是大家伙的功劳，我一个人哪能打得过那妖怪呀？”说完，他们一起把刘老汉扶起来，准备下山回家。一路上，他们说说笑笑，气氛十分融洽。李大山心里暗自庆幸，这次能顺利除掉妖怪，多亏了艾草香囊的帮忙。这香囊是他老爹生前留给他的，里面装的艾草都是他老爹亲自采摘的，据说有驱邪避毒的功效。没想到这次真的派上了用场。且说他们一行人下了山，回到村里。刘老汉的老伴一见老伴和孙子都平安归来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他忙招呼村里人一起摆了几桌酒席，感谢大家的帮忙。李大山也被请到了上座，成了今天的贵宾。酒席上，大家伙儿纷纷向李大山敬酒，夸他是村里的英雄。李大山却谦虚地说：“这都是应该的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”说完，他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大家伙的话匣子也打开了。
有的讲起了自己以前遇到的诡异事儿，有的则向李大山请教如何驱邪避邪。李大山则耐心地一一解答，还把自己老爹生前讲给他的一些驱邪秘法也告诉了大家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一个村民站起来说：“李大山啊，你这次除掉了妖怪，给咱们村立了大功。可是那妖怪为啥会出现在咱们村呢？以后还会不会再来呀？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里也犯了嘀咕。是啊，那妖怪为啥会出现在咱们村呢？他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事儿我觉得跟那棵大树有关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我那天在那棵大树下躲雨，发现树洞里有一条大蟒蛇，还有一个小男孩。那小男孩就是刘老汉的孙子小狗子。我想，那妖怪可能就是利用那棵大树做掩护，把小狗子抓走的。至于他为啥会出现在咱们村，我猜测可能是咱们村附近的山林里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吧。”大家伙一听这话，都觉得有道理，纷纷表示以后要多留意山林里的情况，一旦发现什么异常，就及时报告给村长。村长也表态说，他会组织村里的人定期巡逻山林，确保大家的安全。就这样，大家伙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今天的酒席。李大山也喝得醉醺醺的，被几个村民搀扶着送回了家。他一回到家就倒头就睡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。醒来后，李大山觉得神清气爽，精神焕发。他心想，这次能顺利除掉妖怪，多亏了大家的帮忙。以后他一定要更加努力地为大家服务，让大家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于是他洗漱了一番，吃过午饭后，就拿起斧子和工具箱，准备出门干活。刚走到门口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他忙打开门一看，只见一个村民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说：“李大山呐，不好了，村里出事儿了。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忙问：“出啥事儿了？”那村民说，村里的王大娘突然得了怪病，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看起来十分吓人。村里的郎中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。大家都说，这可能是那妖怪的余孽在作祟。你看，你能不能去看看？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里也犯了嘀咕。他想，这王大娘平时身体挺好的，咋会突然得这种怪病呢？难道真的是那妖怪的余孽在作祟？不行，他得去看看。于是他忙拿起斧子和工具箱，跟着那村民一起往王大娘家跑去。一路上，他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。且说李大山来到王大娘家，只见屋里围满了人。他挤进去一看，只见王大娘躺在床上，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看起来十分痛苦。郎中站在一旁，束手无策。李大山忙走上前去，仔细看了看王大娘的症状，然后他从工具箱里掏出一根银针，在王大娘的几个穴位上扎了几下。只见王大娘的身体渐渐停止了抽搐，口中的白沫也少了许多。大家伙一见这情景，纷纷称奇，忙问李大山这是咋回事儿。李大山说，王大娘这是中了邪了，我刚才用银针给她扎了几个穴位，把邪气给逼出来了。不过这只是暂时的，要想彻底根治，还得找到那妖怪的余孽才行。大家伙一听这话，都犯了难，心想那妖怪都被除掉了，哪来的余孽呀？李大山却说，那妖怪虽然被除掉了，但他的魂魄可能还留在村里，咱们得想办法把他的魂魄给送走才行。于是大家伙纷纷出谋划策，有的说请个道士来做法事，有的说在村里贴满符咒。李大山却摇了摇头说，这些都太慢了，我有一个更快的办法。大家伙一听这话，都觉得有道理。
纷纷表示愿意帮忙寻找还魂草。李大山却说，这还魂草生长在深山老林里，十分难得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，你们就在家里照顾好王大娘吧。说完，李大山拿起斧子和背篓，就出门寻找还魂草去了。一路上，他翻山越岭，披荆斩棘，走得气喘吁吁，但他心里想着王大娘的病情，一刻也不敢耽误。就这样，他走了好几天，终于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找到了还魂草。只见那草长得绿油油的，叶片上还带着露珠，看起来十分鲜嫩。李大山忙小心翼翼地把草采下来，放进背篓里，然后他背起背篓，就匆匆往家里赶去。且说李大山回到村里，已经是半夜了，他顾不上休息，忙把还魂草拿出来，洗净后放进锅里熬汤。熬了好一会儿，终于熬出了一碗绿油油的汤。他忙端起汤碗，就往王大娘家跑去。来到王大娘家，只见屋里还亮着灯。他推开门进去一看，只见王大娘已经醒了过来，正坐在床上喝粥呢。大家伙一见李大山回来了，忙迎上前去问他找到还魂草了没有。李大山说，找到了，我已经熬好汤了，快给王大娘喝下去吧。说完，他忙把汤碗递给王大娘。王大娘接过汤碗，一口气把汤喝了个精光。然后他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开始休息起来。大家伙一见这情景，都纷纷退出屋子，让王大娘好好休息。李大山也跟大家伙一起退出屋子，站在门口等候消息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屋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大家伙心里都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王大娘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屋里传来一阵轻微的鼾声。大家伙一听这声音，都纷纷松了一口气，心想这王大娘总算是没事了。于是他们纷纷向李大山表示感谢，说他是村里的英雄，不仅除掉了妖怪，还治好了王大娘的病。李大山却谦虚地说，这都是大家伙的功劳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里十分激动，他忙向老爹保证说，爹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继续发扬这种精神的，让咱们村的人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说完，他仿佛听到了老爹的赞许声，心里美滋滋的。然后他就在这美好的梦境中沉沉地睡去了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女子为报复仇，改扮男装混入仇家，却爱上仇人儿子。在清朝末年，江南水乡有一户姓柳的人家，老爷柳万才是当地有名的大盐商，家财万贯，宅院如宫殿般巍峨。柳家有个独生女儿，名叫柳青儿，长得如花似玉，一双大眼睛好似秋水寒烟，让人瞧上一眼便难以忘怀。可谁成想，这柳家一夜之间竟遭遇了灭顶之灾。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柳万才外出谈生意未归，家中突然闯入一伙蒙面黑衣人，手持寒光闪闪的钢刀，见人就砍，见东西就抢。柳夫人拼死护住柳青儿，让她从后门逃走，自己却被一刀毙命。柳青儿跌跌撞撞逃出了家门，在夜色中哭着喊着找爹爹，却哪里还有人影。天蒙蒙亮时，柳青儿在村口遇到了几个早起干活的村民，一问才知道，爹爹柳万才昨晚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伙强盗劫了道，连人带车被推下了悬崖，尸骨无存。柳青儿一听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差点晕死过去。她强忍着悲痛回到家中，只见满地狼藉，一片死寂，母亲冰冷的尸体还躺在血泊中。柳青儿心如刀绞，她擦干眼泪，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母报仇雪恨。可仇人是谁，她一无所知。
只知道那些黑衣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，绣着一只黑色鹰头的飞镖。柳青儿打听到，这种飞镖是江南黑帮黑鹰帮的信物，帮主名叫段黑鹰，为人心狠手辣，无恶不作。柳青儿心中有了计较，决定改扮男装混入黑鹰帮，寻找报仇的机会。她剪短了头发，穿上男装，又找了一位老裁缝为她量身定制了一套合身的男装，看上去活脱脱一个英俊少年。她给自己起了个假名，叫柳春生。柳青儿带着仅有的几两银子，踏上了前往黑鹰帮总坛的路。一路上，她风餐露宿，历尽艰辛，终于来到了黑鹰帮所在的小镇黑鹰镇。这里龙蛇混杂，是黑鹰帮的地盘，镇上的百姓都活得战战兢兢，生怕哪天惹恼了黑鹰帮的人，招来杀身之祸。柳青儿在街上闲逛了几天，打听到黑鹰帮正在招募新弟子，便决定去碰碰运气。他来到招募处，只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报名，桌上放着一沓厚厚的名册和几把寒光闪闪的钢刀。柳青儿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去，报了名，交了银子，领了一把钢刀和一套黑色的劲装。新弟子们被带到一处训练营，开始了艰苦的训练。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练功，晚上直到月亮爬上树梢才能休息。柳青儿虽然是个女子，但从小跟着父亲学过一些拳脚功夫，又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因此训练起来毫不逊色于其他男弟子。她聪明伶俐，很快就掌握了各种刀法和拳术，深得教官赏识。转眼间3个月过去了，新弟子们要进行一场考核，通过者才能正式成为黑鹰帮的弟子。考核那天，柳青儿一身黑衣，手持钢刀，英姿飒爽地站在队伍中。随着一声令下，考核开始，柳青儿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阵，刀光剑影中，只见人影绰绰，血花飞溅。不一会儿，柳青儿就杀出了重围，身上连一处伤痕都没有。教官看得目瞪口呆，连声叫好，宣布柳青儿通过了考核，正式成为黑鹰帮的一员。柳青儿心中暗自高兴，心想这下可以接近段黑鹰了，报仇有望了。然而事情并没有柳青儿想的那么简单。黑鹰帮等级森严，新弟子只能从最底层做起，每天干些打扫、做饭、巡逻之类的杂活。柳青儿虽然心中焦急，但也只能忍气吞声，慢慢寻找机会。一天晚上，柳青儿巡逻到一处偏僻的院落时，突然听到里面传来阵阵争吵声。她悄悄靠近，从门缝里往里看，只见屋内灯火通明，几个黑衣人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，中间坐着一个身材魁梧、面如黑炭的中年男子，正是帮主段黑鹰。段爷，最近风声紧，咱们得小心行事啊。一个黑衣人说道。怕什么？咱们黑鹰帮在江南横行霸道这么多年，还怕谁来查不成？段黑鹰冷笑道。可是那柳万才的死会不会引起官府的注意？另一个黑衣人担忧地说。哼，柳万才那老东西，自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也不看看自己得罪了多少人。我黑鹰帮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。段黑鹰挥了挥手，不屑一顾地说道。柳青儿听到这里，心中怒火中烧，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。她强忍着泪水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亲手杀了段黑鹰，为父母报仇。就在柳青儿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听到屋内传来一阵脚步声。她连忙躲进一旁的灌木丛中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衣、面容俊美的年轻男子从屋内走了出来。那男子手中拿着一把绣着黑色鹰头的飞镖，正是柳青儿朝思暮想要找的仇人信物。柳青儿心中一动，悄悄跟了上去。
只见那男子穿过几条小巷，来到了一处幽静的小院前。他推开门走了进去，柳青儿也悄悄跟了进去。只见院内种满了奇花异草，香气扑鼻。那男子走到一间厢房前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柳青儿贴在门边，只听见屋内传来一阵阵琴声。他心中好奇，悄悄推开门缝往里看，只见屋内摆放着一架古琴，那男子正坐在琴前弹奏，琴声悠扬动听，如泣如诉，仿佛能勾动人的心弦。柳青儿看得吃了，一时竟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。就在这时，那男子突然停下弹奏，站起身来，向门口走来。柳青儿吓了一跳，连忙躲进一旁的花丛中。那男子走到门口，向外张望了一番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便又转身回屋去了。柳青儿心中砰砰直跳，心想这男子究竟是谁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他和段黑鹰又是什么关系？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中盘旋。他决定再观察几天，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柳青儿每天都偷偷跟在那男子身后，发现他总是白天弹琴赏花，晚上则独自一人待在厢房里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柳青儿心中越发好奇，决定找个机会潜入厢房一探究竟。这天晚上，趁着月色朦胧，柳青儿悄悄来到小院外，只见大门紧闭，院内一片寂静。她轻巧地翻过院墙，来到厢房前，轻轻地推开门溜了进去。屋内漆黑一片，柳青儿摸索着点亮了桌上的油灯。只见屋内布置得十分雅致，墙上挂着几幅山水画，桌上摆着一本翻开的琴谱。柳青儿走到书架前，翻看起上面的书籍来。突然，她发现一本书的封面上绣着一只黑色鹰头，正是她寻找已久的仇人标志。她心中一喜，连忙抽出那本书，翻开一看，只见里面记载着黑鹰帮的各种秘密和武功心法。柳青儿正看得入神，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她心中一惊，连忙将书放回原处，吹熄了油灯，躲进了床底下。只见门被轻轻推开，那男子走了进来。他走到桌前坐下，点燃了一盏油灯，开始翻阅起桌上的琴谱来。柳青儿躲在床底下，透过缝隙看着那男子的侧脸，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那男子面容俊美，气质高雅，与他想象中的黑帮恶徒截然不同。他不禁想，难道他真的是段黑鹰的儿子？如果是这样，他该如何下手报仇呢？就在这时，那男子突然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的月色沉思起来。柳青儿心中一动，悄悄从床底下爬了出来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，轻轻地打开了门，溜了出去。她回到自己的住处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一夜无眠。第二天，柳青儿又悄悄跟在那男子身后，发现他来到了一处热闹的市集。他穿梭在人群中，不时与一些小贩讨价还价，购买一些日常用品。柳青儿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想这哪里像个黑帮少爷，分明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小伙嘛。就在柳青儿胡思乱想时，突然听到人群中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他连忙挤上前去一看，只见几个流氓正围住一个卖花的小姑娘，强行要买她的花。小姑娘吓得泪流满面，不敢反抗。那男子见状，眉头一皱，大步走上前去，喝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欺负一个弱女子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”几个流氓一看来了个多管闲事的，顿时恼羞成怒，挥拳就向那男子打来。那男子身形一晃，轻而易举地躲开了他们的攻击，反手一拳将一个流氓打倒在地。其他流氓见状，吓得连连后退，不敢再上前。那男子扶起小姑娘，安慰了她几句，便转身离开了。
柳青儿看得心中暗暗佩服，心想这男子身手不凡，心地善良，要是他不是段黑鹰的儿子，该多好啊！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柳青儿继续偷偷观察着那男子，发现他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且武艺高强，在黑鹰帮中颇有声望。他还打听到，那男子名叫段子轩，是段黑鹰的独生子，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，是黑鹰轩，更是未来黑鹰帮的接班人。柳青儿心中五味杂陈，她既想为父母报仇，又不想伤害这个无辜的男子。她开始在黑鹰帮中四处打听，希望能找到段黑鹰作恶的证据，好让他身败名裂，却不连累段子轩。然而黑鹰帮的戒备森严，柳青儿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。她几次试图潜入段黑鹰的书房，都被守卫发现，险些丧命。柳青儿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想个万全之策。一天晚上，柳青儿在巡逻时，无意中听到两个守卫谈论起一件怪事。他们说，最近镇上的井水里总是飘着一股奇怪的香味，让人闻了心旷神怡，可又不知道这香味是从哪里来的。柳青儿心中一动，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。她悄悄来到那口井边，果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。她顺着香味往下查，发现香味是从井底传来的。她找来一根长绳，绑在腰上，顺着井壁滑了下去。井下漆黑一片，她点燃火折子，只见四周都是石壁，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洞穴，洞穴里放着一个香炉，香炉里正燃着一种奇异的香料。柳青儿心中明白，这香料定有蹊跷。她悄悄取了一些香料，顺着绳子爬了上来。回到住处后，她仔细研究起那香料来。她发现这香料中含有一种能让人产生幻觉的成分，长期服用会让人神志不清，任人摆布。她心中一惊，心想段黑鹰定是想用这种香料控制黑鹰帮的弟子，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柳青儿决定利用这香料，制造一场混乱，趁机找出段黑鹰作恶的证据。他悄悄将香料撒在了黑鹰帮的饮水里，不出所料，第二天黑鹰帮就乱成了一锅粥。弟子们纷纷出现幻觉，互相攻击，整个帮派陷入了瘫痪状态。段黑鹰闻讯赶来，见状大怒，立即命人查明原因。柳青儿趁乱潜入段黑鹰的书房，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证据。然而书房里藏书万卷，他一时之间哪里找得到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柳青儿心中一惊，连忙躲进了书桌下的暗格里。只见门被推开，段子轩走了进来。他神色凝重，显然也是为了此事而来。他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抽屉，取出一个密封的木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本账本。柳青儿心中一动，悄悄探出头来，只见那账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黑鹰帮近年来的所作所为，每一件都是丧尽天良、罪大恶极的事情。他心中大喜，心想这账本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就在这时，段子轩突然将账本合上，放回木盒里，准备离开。柳青儿心中一急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从暗格里冲了出来，一把抢过账本，大声喊道：段黑鹰的罪行都在这里，你不能带走。段子轩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衣、面容清秀的少年正站在他面前，手里拿着那本账本。他心中一惊，问道：你是谁？为什么会有这本账本？柳青儿看着段子轩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我是柳青儿，柳万才的女儿。我父母都是被段黑鹰所害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报仇。段子轩闻言，脸色大变。他万万没想到，
眼前这个少年竟然是自己仇家的女儿。他愣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报仇可以，但请不要牵连无辜。我父亲虽然作恶多端，但我从未参与过他的任何事情，请你相信我。”柳青儿看着段子轩真诚的眼神，心中有些动摇，但他一想到父母的惨死，就坚定了报仇的决心。他说道：“我不能相信你，你父亲是杀人凶手，你也是帮凶。我要用这本账本揭露他的罪行，让他身败名裂。”段子轩闻言，心中一痛，他说道：“好，你要报仇就来吧，但我不会坐以待毙，我会用我的方式证明我的清白。”说罢，两人便动起手来。柳青儿虽然武艺高强，但段子轩也不逊色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打得难解难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原来是段黑鹰闻讯赶来，带着一众弟子将书房团团围住。段黑鹰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心中大怒，他喊道：“轩儿，你怎么和这个小子打起来了？还不快住手！”段子轩闻言，心中一横，他知道自己今天难逃一劫，不如拼个鱼死网破。他大喝一声，招式更加凌厉起来。柳青儿也毫不示弱，两人打得更加激烈。就在这时，段黑鹰突然出手，向柳青儿袭来。段子轩见状，大吃一惊，连忙挡在柳青儿面前，替他挨了一掌。柳青儿被这一掌震得后退几步，险些摔倒。他看着段子轩口吐鲜血倒在地上，心中一阵刺痛。段黑鹰看着倒在地上的段子轩，冷笑道：“哼，你这个不孝子，竟然敢背叛我！今天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。”说罢，他便要向柳青儿和段子轩痛下杀手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喊杀声，原来是黑鹰帮的弟子们被柳青儿之前撒下的香料所影响，神志不清地互相攻击起来。段黑鹰见状，大惊失色，连忙转身逃走。柳青儿看着倒在地上的段子轩，心中一阵纠结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就在这时，段子轩睁开眼睛，虚弱地说道：“青儿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”柳青儿闻言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他说道：“不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。”段子轩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走吧，去找官府揭露我父亲的罪行，为我洗清冤屈。”说罢，他便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睁开。柳青儿抱着段子轩的尸体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她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男子，可他却为了自己而死。她心中充满了悔恨和悲痛。她擦干眼泪，将段子轩的尸体安葬在了一个幽静的山谷里。她跪在坟前，说道：“轩儿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会为你报仇的。我会让段黑鹰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”说罢，他便转身离开了山谷。他带着那本账本来到了官府，将段黑鹰的罪行一一揭露。官府立即派人捉拿了段黑鹰，将他绳之以法。黑鹰帮也随之土崩瓦解，弟子们四散而逃。柳青儿为父母报了仇，心中却没有丝毫的快意。他时常来到段子轩的坟前，诉说着自己的思念和悔恨。他知道自己虽然报了仇，但也失去了最爱的人。他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，去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，柳青儿再次来到了段子轩的坟前。他看着坟头那束已经枯萎的花，心中一阵酸楚。他说道：“轩儿，我要走了，你要保佑我一切顺利。”说罢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月光下，他的身影显得格外孤独和落寞。他不知道自己将会去哪里，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他知道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段子轩都会永远活在他的心里。从此，江湖上再也没有了柳青儿的身影。有人说他去了北方，
有人说他去了海外，但无论他身在何处，他都会永远记得那个为了自己而死的男子段子轩。而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江湖上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女子为报复杀害自己父母的仇人，不惜嫁给了他的儿子。在清朝末年，江南水乡有个叫槐花镇的地方，镇上有个大户人家姓沈，沈老爷子是远近闻名的富商，家中良田千顷，金银无数。然而，沈老爷子年轻时犯下一个大错，害得当地另一户人家赵家家破人亡。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当年沈老爷子为了独占一条商道，暗中勾结土匪，设计陷害了赵家的老爷子。赵老爷子在一次押运货物的路上被土匪劫杀，赵家从此一蹶不振，家道中落。赵家有个独生女儿，名叫赵婉儿，自小便聪明伶俐，容貌出众。赵家遭难那年，赵婉儿才10岁，却已懂得了人间冷暖，世态炎凉。他暗暗发誓，此生定要替父报仇，让沈老爷子血债血偿。赵婉儿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勉强维持生计，一边读书识字，一边打听沈家的消息。转眼间10几年过去了，赵婉儿已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成了槐花镇上数一数二的美人儿。这天，赵婉儿得知沈家的大少爷沈浩要娶亲，心中顿时生出一计。他知道沈浩是沈老爷子的独生子，从小娇生惯养，是个纨绔子弟。赵婉儿打定主意要接近沈浩，进而接近沈老爷子，寻找报仇的机会。于是她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带着自己的贴身丫鬟小翠，来到了沈家的大门口。沈家的仆人见赵婉儿长得如花似玉，便将她引进府中。赵婉儿在仆人的带领下见到了沈浩。沈浩一见赵婉儿，便被她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，当下便决定娶她为妻。沈老爷子虽然觉得赵婉儿来历不明，但架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，加上赵婉儿确实长得漂亮，便也答应了这门亲事。赵婉儿嫁入沈家后，表面上对沈家人毕恭毕敬，暗地里却在寻找报仇的机会。她发现沈老爷子虽然年事已高，但身体依然硬朗，且身边时刻有高手保护，想要近身行刺，难如登天。赵婉儿不甘心，她开始想办法接近沈老爷子，寻找他的软肋。一日，赵婉儿在花园中散步，无意中听到2个丫鬟在窃窃私语。其中一个丫鬟说，听说老爷最近得了一种怪病，请了好多名医都治不好。另一个丫鬟接着说，是啊，老爷这病来得蹊跷，每晚都会做噩梦，梦见赵家的老爷子来找他索命。赵婉儿一听，心中暗自高兴。她心想，这正是天赐良机，可以利用沈老爷子的心病，制造恐慌，让他自己吓死自己。于是赵婉儿开始暗中布置，她让丫鬟小翠四处散布谣言，说沈老爷子的病是被赵家的冤魂纠缠所致，只有找到赵家的遗物，才能平息冤魂的怒火。谣言很快便在沈家传开了，沈老爷子听后吓得魂飞魄散。他命人四处寻找赵家的遗物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赵婉儿见时机成熟，便在一次晚宴上，故意在沈老爷子面前提及赵家的往事，说起了当年沈老爷子如何勾结土匪，害得赵家家破人亡。沈老爷子一听，当场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沈浩见父亲病倒，急忙请来名医诊治。名医检查后说，沈老爷子是急火攻心，加上年老体弱，恐怕时日无多。沈浩听后悲痛欲绝，他质问赵婉儿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的父亲。赵婉儿却冷冷地说，你父亲当年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这样做只是替父报仇，有何不可？沈浩一听，顿时愣住了。
他这才知道赵婉儿嫁给自己原来是为了报仇。沈浩心中五味杂陈，他既恨赵婉儿的狠毒，又怜悯她的遭遇。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只能整日守在父亲的床前，祈求奇迹出现。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。沈老爷子的病情日益加重，每晚都会做噩梦，梦见赵家的老爷子带着一群冤魂来找他索命。沈老爷子吓得整夜的睡不着觉，身体日渐消瘦。赵婉儿见沈老爷子已经油尽灯枯，心中并无半点怜悯，她觉得这一切都是沈老爷子罪有应得。就在沈老爷子即将咽气的那天晚上，赵婉儿来到了他的房间。她看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沈老爷子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快感。她走到沈老爷子的床边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今天就要死了，有什么遗言要说吗？”沈老爷子睁开眼睛，看着赵婉儿，眼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他颤抖着声音说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家产来赎回我的罪孽。”赵婉儿一听，心中冷笑。她心想，沈老爷子的家产本来就是从自己家里抢来的，如今他想要用这些家产来赎罪，真是可笑至极。于是他冷冷地说：“你的家产我要定了，你的命我也要定了。”说完，赵婉儿从袖中掏出一把匕首，狠狠地刺向沈老爷子的胸口。沈老爷子瞪大了眼睛，看着赵婉儿，嘴里发出啊的一声惨叫，随后便咽了气。赵婉儿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沈老爷子，心中并无半点波澜。她觉得自己终于为父亲报了仇，可以安心了。然而赵婉儿并不知道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。沈老爷子的死讯传出后，沈家大乱。沈浩悲痛欲绝，他发誓要为父亲报仇。他命人将赵婉儿关进了柴房，准备第二天将她送到官府问罪。赵婉儿被关进柴房后，心中并无半点恐惧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，死而无憾。然而就在赵婉儿准备接受命运的时候，柴房的门突然被人打开了，一个黑影走了进来。赵婉儿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沈浩。沈浩看着赵婉儿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为了报仇才嫁给我，但我并不恨你。我只希望你能告诉我，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”赵婉儿看着沈浩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她没想到，在这个时候，沈浩竟然还会关心自己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值得，为了替父报仇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”沈浩听后叹了口气，他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也不再劝你。但在我送你去官府之前，我想让你见一个人。”说完，沈浩便带着赵婉儿来到了沈家的一处密室。密室中躺着一个人，赵婉儿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赵老爷子。赵婉儿看着密室中躺着的父亲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愣在原地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父亲竟然还活着。这时沈浩开口了：“其实你父亲并没有死，当年那场劫难是我父亲派人暗中救下了他。但是你父亲受了重伤，一直昏迷不醒，我父亲便将他藏在了这个密室中，秘密照顾他。”赵婉儿听得目瞪口呆，她不明白，既然父亲还活着，为什么沈老爷子要隐瞒这个消息，还要对自己赶尽杀绝？沈浩似乎看出了赵婉儿的心思，他接着说：“我父亲当年确实做错了事，他后悔莫及。但是他并不想让你父亲死，他只是想独占那条商道，才设计陷害了你父亲。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便想方设法救下了你父亲，想要弥补过错。可是你父亲一直昏迷不醒，我父亲心中愧疚难当，身体也日渐衰弱。
他担心自己死后沈家人会对你父亲不利，便一直隐瞒这个消息。直到最近，他觉得自己时日无多，才将这一切告诉了我，让我在你父亲醒来之前保护好你。赵婉儿听着沈浩的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没想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。他看着躺在密室中的父亲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走过去，跪在父亲的床边，抚摸着父亲的脸庞，轻声呼唤着：“父亲，父亲，你醒醒啊，女儿来看你了。”然而赵老爷子依然昏迷不醒，没有丝毫反应。赵婉儿哭得更加伤心，她觉得自己这些年来的仇恨竟然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误会之上。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心中充满了迷茫和痛苦。沈浩看着痛哭流涕的赵婉儿，心中也不是滋味。他说：“婉儿，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太突然了，你可能一时难以接受。但是我希望你能放下仇恨，和我一起照顾你父亲，让他早日醒来。”赵婉儿抬起头，看着沈浩，眼中充满了疑惑和不确定。她说：“我能相信你吗？你能保证不再伤害我和我的父亲吗？”沈浩郑重地点了点头。他说：“我能保证。我父亲已经错了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他错下去。我会用我的余生来弥补我父亲犯下的过错。”赵婉儿看着沈浩真诚的眼神，心中渐渐平静下来。她觉得或许沈浩说的是真的，或许自己真的应该放下仇恨，重新开始生活。于是她点了点头，答应了沈浩的请求。沈浩见赵婉儿答应了，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他命人将赵老爷子抬回了房间，请来了名医诊治。名医检查后说，赵老爷子虽然昏迷多年，但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需要一些时日来慢慢调养。沈浩和赵婉儿听后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沈浩和赵婉儿一起照顾赵老爷子，给他喂药、擦洗身体、讲故事。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，赵老爷子的身体渐渐好转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睁开了眼睛，醒了过来。赵老爷子醒来后，看着眼前的沈浩和赵婉儿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，更不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。沈浩和赵婉儿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老爷子。赵老爷子听后感慨万千，他说：“没想到我竟然还活着，更没想到沈兄竟然会救我，还让你们照顾我这么多年。”沈浩说：“伯父，您别这么说，当年是我父亲做错了事，我们沈家有责任弥补过错。现在我只希望您能原谅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”赵老爷子看着沈浩和赵婉儿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觉得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，让他们三家人的恩怨情仇在这一代得以化解。于是他点了点头，答应了沈浩的请求。从此沈家和赵家成为了亲家，赵婉儿和沈浩也成了一对恩爱的夫妻。他们一起照顾赵老爷子，一起经营沈家的生意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而沈老爷子在得知赵老爷子醒来的消息后，也含笑九泉，终于得以安息。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。就在沈家和赵家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时候，一个神秘人的出现再次打破了平静。这个神秘人自称是当年那场劫难的目击者，他手中掌握着沈老爷子勾结土匪的铁证，要求沈家和赵家拿出巨额赎金，否则就将证据公之于众。沈浩和赵婉儿听后心中大惊，他们知道，如果这个神秘人的证据真的被公之于众，那么沈家和赵家都将面临灭顶之灾。于是他们决定联手调查这个神秘人的身份和来历，揭开当年那场劫难的真相。经过一番调查，他们发现这个神秘人竟然是他们共同的仇人，当年那场劫难的幕后黑手。
他一直在暗中操控着一切，企图利用沈家和赵家的恩怨情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沈浩和赵婉儿得知真相后，心中怒火中烧，他们决定联手对付这个仇人，为当年那场劫难中的死者讨回公道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，他们终于将仇人绳之以法，为沈家和赵家洗刷了冤屈。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波折后，沈浩和赵婉儿更加珍惜彼此的感情，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。他们决定放下过去的仇恨和恩怨，一起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。而沈家和赵家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成为了槐花镇上最和睦、最富有的两大家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